Agency 创世纪为您讲解大脑如何处理复杂声音。研究来自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。团队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解析听觉皮层的编码子空间。他们试图打开 AI 的听觉黑盒，理解大脑处理复杂声音的机制。传统线性模型在自然声场中准确度极低，深度 CNN 预测精准，但内部如同黑盒，无法解释。研究通过一种数学棱镜将 CNN 压平为子空间模型，这一突破使得预测精度与可解释性得以兼顾。它为深度学习与神经科学之间搭建了直接桥梁。深度模型预测精准，但内部是生物学的黑盒，生物学家无法直接理解其非线性计算过程。团队设计了一种数学棱镜，将网络降维，将复杂 CNN 压平为可解释的子空间模型。该模型揭示了神经元的稀疏平铺编码机制。同一皮层柱的神经元共享基础调音空间，它们各自负责不同的局部特征，避免冗余。这种分工协作的方式高效处理复杂自然声音。真实世界的声音极为复杂且充满统计规律。传统模型在处理简单合成音时表现良好，但在自然声场中常常失效。该研究聚焦轻型雪貂的听觉皮层，具体关注 A1 与 P1G 两个区域，目标是在毫秒级时间内解析多重频率变化，这需要应对高度混乱的自然声音。该挑战推动了新分析框架的诞生。现代神经科学面临一个核心困境：经典线性模型易于理解，但预测精度低。在复杂自然声音刺激下，它几乎失效。卷积神经网络则达到性能天花板，它能精确捕捉神经元的动态响应，然而其参数庞大且完全无法解释。两种方法都无法同时满足需求，这迫使研究者寻找更优的桥梁。CNN 模型虽然能精准预测神经元放电，但其内部计算对生物学家来说完全是黑盒，这意味着无法判断 AI 是否模仿真实大脑机制。如果 AI 解决问题的方式与生物学无关，那么它对脑科学的解释价值就大打折扣。研究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打开这个黑盒。他们需要从精准预测走向真正的生物学解释。子空间模型将致力于解决这个核心问题。这项研究的核心方法是将深层网络压平为透明地图。第一步，从 CNN 中提取每个时刻的动态局部梯度，这些梯度快照精确记录了神经元的瞬时反应特性。第二步，应用主成分分析，对大量快照进行降维。PCA 能有效过滤冗余信息，并大幅压缩数据量，最终得到低维且可解释的编码子空间模型。这个子空间仅需少量核心维度就能描述完整计算。它完整保留了原神经网络的逻辑，且易于生物学解读。编码子空间将多维声音空间压缩为低维表示，它在这个低维空间中定位出激活区域，只有落入该区域的声音才会触发响应。它同时捕获单一特征以及非线性相互作用。图中绿色云状区域是调音子空间的示意图，3个坐标轴对应降维后的关键维度的信息。传统线性模型无法展示这种复杂非线性结构，子空间模型为解读神经编码提供清晰透明地图。实验基于4只轻型雪貂的听觉皮层，研究人员记录了共计2874个神经单元，这些单元跨越了 A1 与 P1G 两个听觉区。电极阵列同步覆盖了从表层到深层的皮层，所有雪貂均为清醒状态，并被动聆听声音。这为 AI 模型提供了海量高精度生物响应数据。高密度的真实数据是后续分析的坚实基础。如此规模的数据能支撑子空间模型的训练与验证。训练素材采用高密度自然声音序列，而非传统合成音。平均每个片段129毫秒匹配神经积分动态。单次实验播放多达56000个独特声音片段，这些片段覆盖极其丰富的声学统计特征。研究弃用了纯音和白噪声等过于简单的刺激，目的是让模型学习真实世界声音的内在结构。这构成了针对新型子空间模型的极限测试，确保模型在自然声场中也能精准预测神经元。该模型采用共享群体卷积网络架构，输入层以音频频谱图作为原始信号。共享层包含3个并行的卷积网络模块，它们提取所有神经元共用的底层时频特征，独立全连接层为每个神经元生成专属预测。这种设计模拟了皮层柱内的分工协作模式，为后续子空间降维提供了可解析的中间表示。
最终达成高精度与可解释性统一。卷积网络在每个声音瞬间都产生复杂反应。研究者通过计算导数提取局部线性快照，这些快照构成动态时频感受野。这一中间表示每个时间点的快照记录该时刻的响应特征，最终获得成千上万张记录瞬间反应的快照。这些快照包含丰富的时频响应细节与特征。这些快照包含大量冗余，需要后续处理，这为黑盒压平为透明子空间奠定关键基础。成千上万张快照中含有大量冗余和计算噪音，主成分分析技术对这些快照进行最终压平，结果令人惊讶，大多数神经元的复杂反应模式仅需3到16个核心维度就能完美概括。这个降维过程有效滤除了冗余特征与计算噪音，同时完整保留了 CNN 预测的关键信息。子空间的维度数目远少于原始参数数量，这为后续生物学分析提供了简洁透明的框架。全新子空间感受野 SSRF 是一张2维等高线地形图，传统1维感受野仅显示简单的单峰中型曲线，而 SSRF 则呈现多个峰值与非对称的等高线分布。深绿色区域代表能引发强烈神经冲动的声音特征组合，它清晰展现了非线性和非单调的特征。这些细节是传统线性、非线性模型无法呈现的。每一块等高线区域对应着特定的声学特征组合。这种地图为解码听觉皮层编码提供了全新视角。子空间模型预测精度与 CNN 几乎完美等效。散点图中所有数据点紧贴对角线两侧分布，相关系数 0.585 与 0.600 极为接近，这表明极简子空间模型完美匹配了深层网络。黑盒终于被无损打开，既透明又精准。这一结果强有力地验证了低维编码的有效性，它打破了精度与可解释性之间的长期矛盾。听觉皮层解码由此获得了透明可靠工具。神经元的计算本质是低维的，平均只需11个维度就能解释 95% 的方差，更少维度无法捕捉关键响应模式，增加更多维度反而会引入拟合噪音。这条饱和曲线揭示了生物计算的边界。听觉皮层并不需要无穷参数，它用极简的编码完成复杂任务。这一发现让 AI 更接近真实神经机制。电极阵列同步记录同一皮层柱内多个神经元。子空间模型能清晰展示相邻神经元的分工关系，它揭示了同一皮层柱内神经元的协作方式。相邻神经元并非所有时候都在做相同的工作，它们之间存在明确的分工关系，而非简单冗余。这种分析让大脑皮层的拓扑结构一目了然，它为理解听觉皮层回路组织提供了新视角。子空间模型成为绘制脑功能图谱的有效工具。同一皮层柱内的神经元共享底层调音空间，它们对相同的基础频率敏感，但在处理复杂声音时分工极为明确。每个神经元只负责不同的局部特征，绝不会一拥而上，这体现了稀疏平铺。这种群体编码方式极为高效。子空间模型第一次揭示了这一机制，它解释了大脑如何用有限资源处理复杂声音。真实数据清晰展示了神经元调音区域的等高线排列，这些等高线在共享子空间中交错分布，极少重叠。不同神经元的调音区域在空间中互补填充整个圆形区域，这就像交响乐团中不同乐器演奏各自专属的音符。每个神经元只负责自己擅长的局部声音特征，它们不会同时响应所有输入，形成稀疏群体编码。这种分工方式大幅提升了听觉信息的处理效率。子空间模型直观呈现了这一高效的协作机制。细胞类型决定听觉皮层神经元的编码角色。窄峰抑制性神经元拥有更小的子空间感受野，它们的调音模式更苛刻且呈非对称形态，主要负责抑制背景噪音并精准筛选信息。常规峰兴奋性神经元感受野则更宽广，响应模式也更对称，负责传递主要声音信号。这种差异揭示了抑制与兴奋两种角色的分工。子空间模型成功捕捉了细胞类型的物理基础。大脑皮层的物理深度决定了听觉计算的复杂程度。表层到深层的神经元处理声音的非线性特征明显不同。网络模型清晰捕捉到这种解剖学位置带来的功能差异。柱状图显示，从表层到深层，特征复杂性逐步增加。浅层神经元负责较为简单的声音特征，
提取深层神经元则处理更抽象、更复杂的声学模式。这证实了人工神经网络能够映射大脑的微电路结构。模型不仅是预测工具，更揭示了生物计算的物理基础。传统 LN 模型预测准确度极低，但可解释性高；深度 CNN 模型准确度极高，却是黑盒子。空间模型 SSRF 同时拥有高准确度与高可解释性，它的预测水平与深度 CNN 等效，而内部结构透明。SSRF 还能提取丰富生物学洞察，如稀疏平铺机制。这一对比清楚显示， SSRF 融合了算力与逻辑，它打破了深度学习与生物学之间的壁垒，为理解听觉皮层提供了可解释的 AI 桥梁。这项研究为深度学习装上了透明的玻璃盒子，它不只解决听觉皮层编码问题，更提供通用框架。通过压平复杂黑盒， AI 模型变得可解释且精准。人工神经网络因此成为理解生物计算的直接桥梁。未来 AI 不只是模仿大脑，而是帮读懂它。该方法可推广至其他感官系统或非线性网络场景，验证与雪貂听觉皮层。推广需更多实验支撑。下一步可探索子空间动态如何随学习经验变化。打开黑盒，让 AI 与神经科学交汇融合。